以上作品是我们的学生最近完成的人像绘画，这些都是模仿吴兆明老师的风格。早在7年前，我就想教会学生们画出这样的作品。当时我以为不难，我能做到，学生们应该也可以。直到亲身教学后才明白，素描要走到这一步，前面有很多难点需要解决。好在到了今天，这些难点都已经攻克了，并且变成了可以学会的一个个小练习。接下来我就会为大家讲述这些难点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如何把它们变成了可以学习的作业。想要掌握吴兆明老师这样的绘画风格，首先要理解他是怎么画出来的。他会先去观察模特的大致轮廓、色块的构成，然后针对五官进行更小的色块细化，再接着从头部结构出发，去强化体积的表达，最后利用炭条的特性去补充头发的肌理。整个绘画的构思是吴老师在动笔之前就已经想好的，动手的过程只是把他脑海里想好的东西还原出来，所以整个过程修改的次数很少，基本上是一气呵成。这里涉及到很多能力的运用，有3套观察逻辑在并行。第一个，通过对图片的观察完成对物体轮廓的区分；第二个，通过对色块的观察完成对物体颜色的归纳；第三个，通过对结构的观察完成对人物精准的体积塑造，从平面图形到颜色设计再到立体结构，整个绘画的过程需要3套逻辑熟练掌握之后才可以完成。针对第一个平面图形逻辑，我们用了5年时间反复测试教学，找到了契合度最高的教学案例——巴尔格的素描教学。我们看这几个案例，巴尔格的教学体系里对于造型分割和明暗的归纳都做得非常出色，当时看到觉得很有美感，做了多年老师以后再回过头看，只剩下了深深的佩服。因为这些画得非常严谨，归纳的恰到好处，本来就是巴尔格针对小白画的教学示范，非常适合用来入门学习。可惜这书原稿没有文字，因此我们针对巴尔格的示范案例，通过对其作画过程进行还原，详细解释作画步骤、拆解和训练，配合当下小白的绘画需求，设计成一张张作业来对应的讲解，帮助小白掌握对轮廓的精准概括和观察。这个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整个素描绘画的基石。作为入门的第一个课程，我们力求每个讲解都清晰易懂，操作步骤简洁明了。课程经过反复调整后，教学效果还是可以的。大部分同学经过3个月的学习，都能够在毕业之后没有示范讲解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这样高难度的素描作品的临摹。这不是个例，是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够做到的效果。要做到这个效果，离不开学生们的努力，也离不开老师的监督和指导。看到这些效果，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害怕这些经典作品。学习是一件有系统方法的事情，知识点讲清楚了，操作做明白了，再加上解答和督促，基本上都能学会。如果你对这个教学方式的具体逻辑感兴趣的话，可以看这个视频。针对第二个颜色设计的逻辑，我们设计了进阶的课程——色块素描课，我也把它叫做色块人像课。色块的绘画方式，我们在5年前引入到教学中开始尝试，一直到2022年终于成型，变成一门成熟的、完善的课程。这是一种培养大家把图像拆解成一个个色块进行组合拼接，最后重新还原真实的一种观察逻辑。它是违背直觉的、反常规的观察方式，需要刻意的练习来培养。我们经过多次教学尝试后，发现优秀的摄影图片很适合来做这种色块的归纳练习，所以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刻意练习来训练这种能力。在课程的前期阶段，同学们会大量的练习这样的风景画，这个是核心。掌握之后，就是进一步来锻炼操作能力，如何把肌理质感给还原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质感练习。到这里，色块的核心能力归纳和细化就已经全部掌握了，因此接下来学生们就可以画各种各样好看的风景。除了风景，人物也不是问题。接下来大家可以看看学生们完成的第1张人像画，整体的质量都还不错。这仅仅只是人像课的开始。从巴尔格基础课学到这里，我们的学生大多都是上班族，每周学1节课的话，基本上需要4个月到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就可以画出这样精致的人像作品了。这是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够做到的。其实课程教到这里，对于色块的逻辑已经全部教完。这个课程的后半段是为了针对结构这个第3套逻辑做的铺垫，特意采用了人物这样一个复杂的物体来进行教学，如何从结构的逻辑出发，用模型和立体的思维去观察，从而把色块和模型进行结合，从平面到立体，这是一个转变过程。只有教会同学们从平面到立体的跳跃，才能够在人像的绘画中更自由的去操作，能够表达得更精炼。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模型练习的作业，
整个色块课程从这时候开始正式进入到后半段，掌握它们需要大量的练习，所以你们会看到学生们需要画很多张这样的作业，但这些练习是值得的。有了这些练习之后，我们会教学生们更进一步的深入观察，从五官拆解开始，我们是借着五官这个题材，教同学们如何针对人脸上的局部做出更细致的描绘。可以看到这些面部的练习，同学们完成的都非常精致。经过了这样一系列的练习之后，到了毕业的阶段，同学们就可以自己独立选图来进行绘画了。接下来你们看到的就是色块人像课学完之后的成果。如果你还想对这个课程有更详细的了解，可以跳转到这个视频。色块课程的后半段难度是要远超过前半段的，学习时长也因人而异，快的2个月学完，慢的8、9个月，实际体验下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这其中有一部分的理解上的难点是在于从平面到立体的这个过程。我从小就开始学习透视几何，对于立体的感受心里已经觉得理所当然了，实际教学后会发现并不是这样。很多人从小到大其实一直都是观察的较为平面的东西，对于立体的感知是不系统的。基于这样的体会，我们发现很多同学来到了素描中一个无法避免的难点，透视。透视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学科，针对透视我们专门开发了透视课和光影课。其实在素描的逻辑里，透视和光影是一个东西，就像一个硬币的 A 面和 B 面，这2个课程可以很好的补足我们对立体上的感知残缺。如果以前对透视有了解的同学，那么来学习色块画法时，对他来说是很流畅的。这部分完全没有学习过的同学呢，就需要把透视和光影这2个课程进行补充，然后再进入到色块课程的后半段学习，自然就会更顺畅了。透视和光影这2个课程大概需要同学们花3到4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之前完全没有基础的小白，学完基础课之后再来学这个色块人像课，大概需要8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你有一定的透视基础，那么学习色块人像课的时间可以缩短很多。目前大家看到的是学习1年左右的时间画出来的作品。我当年学绘画的时候，如果有老师跟我说1年的时间就可以学成这个效果，我是不信的。我小时候学画画动不动就要学7、8年，这个成本消耗如此巨大，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教学体系太落后了。在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优质的绘画教材和经验的交流都很匮乏。不过想学会吴兆明老师这样的绘画风格，目前学到的东西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去掌握第3个逻辑结构的重要性，这才是整个素描学习过程中最难、最枯燥、最消耗时间的。虽然难，但是跟着我们的作业一步一个脚印学下来，你也能够掌握。我们需要把头部的每一块骨头都能够拆解下来，能够自由地默写出一块骨头的各个角度，同时也能够直接在纸上还原出一个头骨的爆炸图。掌握了头骨之后，我们需要了解附着在上面的每一块肌肉的位置、作用、大小、形状。这一部分需要记忆的东西那可就太多了，没有捷径，需要扎扎实实的临摹记忆。市面上对于这种肌肉功能讲解做的最详细、最准确的就是这一本。我们针对这个书设计了临摹的模板，去临摹重点的部分。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学生们临摹的成果，看上去好像很累，做完也的确很累，但是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在这个期间，我们就积累了大量关于解剖的认知了，而接下来就要进行实战训练，所以我们要培养同学们通过观察照片准确的还原脸上肌肉分布的能力。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学生们完成的肌肉分析练习，到这里一双能够透视肌肉骨骼的眼睛就已经培养出来了。再往后面走，就是针对脂肪的学习，通过对覆盖在脸部肌肉的这些脂肪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头部的体积。头骨、肌肉、脂肪通通掌握之后，我们就能够展开更深入的刻画了。这几章都是同学们完成的大作业，现在这些都是比色块人像课作业大4倍的头像作品。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的，相较于之前色块画法的时候，这个画面的效果类似于考试从80分到90分。别看分数提升不大，但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需要付出的努力是远远超过前面80分的。有了扎实的基础，我们终于就可以迎来风格化的学习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钻研大师绘画风格的过程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学生们。首先是初步临摹，照猫画虎。大部分人学习大师的临摹就是停留在这一步，能画出来，但是很费劲，而且在细节上很难接近，属于乍的一看是那么回事。然后我们再深入拆解大师的示范过程，一步一步的看，一步一步的解析。有了前面这么多知识的积累，现在终于有资格看懂大师的操作逻辑和步骤了。
看完之后再临摹一次，效果就会很不一样。不过这会导致思路上的短期不适应性，要调整之前的作画习惯，完全按照大师的步骤来。过完这个阶段，再进一步就是要理解大师的操作的核心理念，然后融入到自己的操作习惯中去。这是你和大师操作逻辑融合的过程。最后就是针对一张新的照片，完成类似风格的表达，彻底掌握这种绘画风格技巧。这里的每一步都不简单，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因此，如果在这个阶段学习的比较艰难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回头把前面的结构知识再复习一遍，那时再来画，感受已经很不一样了。这个课程学下来8个月就能完成的，就算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学生了。正常一步步消化下来，应该要1年时间以上。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8个月内学完的同学画出来的效果。我相信看到这里，你已经大概了解要花多长时间来学习素描了。作为爱好，用你工作之余的时间一步步提高自己的绘画能力，用几年的时间来学习是完全值得的。我自己走到这一步用了20多年，从小到大老师都没有详细教过这些东西。我们不希望热爱绘画的你也要花这么多时间才能走到这一步，这也是我们做教学的初衷。现在整套素描课程都已经上线了，从完全没画过画的小白到能画出接近大师的感觉，这不再是一件成本巨大遥不可及的事情了。欢迎对手绘人像感兴趣的学生来学习，感兴趣的可以扫2维码加我好友来咨询。我是一直热衷于绘画教学研究的维维老师。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所启发和帮助，记得3连。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